双影奇境这个游戏，可能大家听着有些陌生啊，但他们的工作室前作《双人成行》你一定听说过。夸张一点说，《双人成行》以一己之力盘活了国内电玩店这个生态，在店里通关的小伙伴举个手让我看看。在玩双人成行之前，我很难想象这么多脑洞和不同的玩法，居然能够融合在一个支持本地合作的游戏里。既然续作来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启这一次的奇境之旅吧。太棒了！就这几个画面看下来，只能说味儿实在是太对了。这一次的双影奇境和前几作一样，都是双人合作游戏，需要玩家左右分屏，扮演两个主角共同闯关。这个游戏需要2个手柄，而我恰好又有2只手，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双影奇境也有好友通行证，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1个人购买，另一个人只需要下载一个免费的好友端就可以联机了，而且支持试玩。买游戏前你可以和好朋友各自下载一个通行证，远程一起试玩，然后买完游戏之后还可以保留试玩的进度，只要有一点感兴趣都可以去试试看。说到游戏上来，双影奇境玩起来其实非常像前作双人成行，操作非常相似，一样可以2段跳外加1段冲刺，还可以像铁玉一样贴墙滑行。不过我玩下来明显感觉到这次的双影奇境的整体难度比之前高了不少。最明显的就是这一作的流程中不再用轨道滑行来过渡场景了，而是全部替换成了更加惊险的跑步追逐战，需要你在快速变化的场景当中迅速的做出反应，有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感觉。甚至是有一些 BOSS 战的时候，你还可以通过连续几个钩爪来进行快速机动。小心那些空泛地雷！如果说在玩双人成行的时候像是在看文艺片，那么双影奇境就是在体验一场刺激的动作片。故事的主角是2名作家，一个喜欢写科幻故事，而另外一位呢喜欢写奇幻故事。他们受到雷德出版社的邀请去测试一台故事机，这台故事机可以把小说中的场景在虚拟世界里面完全还原出来。而因为一个意外，米欧突然闯进了佐伊的故事里面，故事机也因此出现了 bug， 不通关游戏就无法从机器里面出来。这下真变成刀剑神域了。不得不说，这个在各种小说场景里面穿梭的设定，对于想要把各种玩法融合在一起的游戏也太合理了。每一个不同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特殊能力可供游玩。前一个镜头我还在扮演赛博忍者，在夜之城里面大杀四方，下一个镜头呢就变成了猩猩和树人自学跳舞。而且更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合作关卡，你和搭档2边的玩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监狱大院这一关，我的搭档需要绕过警卫逃离出去，而我则需要远程架枪支援我的搭档。从我的视角可以更加直观地告诉队友该往哪儿走，而队友的俯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哪个警卫的威胁更大，呼叫我的火力。这种各司其职的感觉，让每一次合作通关都非常的带感。而且这样类似的合作还有好多种，有控制森林的树木，有3维弹球，甚至还有这种打破次元壁的。总之就是一个量大管饱，甚至我觉得这一次双影奇境做的比双人成行还要好。而且我觉得这种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你和搭档互换角色，就可以原地重新体验一次游戏。还记得有一关里面，我需要一边躲避敌人的追击，一边在各种大楼里面穿梭逃跑，是一段非常刺激的追逐战。但等我逃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我的队友居然在玩手机。还有伤。在大概15个小时的流程之后，我觉得可惜的是，双影奇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续作，但并没有超过双人成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双人成行里面每一章节都是有衔接的，玩家从仓库跑到树屋，从树屋滑向卧室，每一个关卡设定都是连贯的。而这一作因为是在故事之间切换，单看一个章节的时候很有意思，但是故事和故事之间就像是硬切出来的。
缺少了像双人成行那样打完冰天雪地，最后发现整个场景只是家里面水晶球的那种经验。而且这一种硬切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游戏前一半流程的主线当中，每一章都会穿插3个支线故事，这些支线故事流程比较长，不像双人成行那样设计成小插曲，就导致了我刚玩到第2章的时候，我以为我玩到了第3章了，但是玩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了之前的关卡，会让我有一种怎么还没有结束的感觉。而且就在我第1次通关之后，准备查漏补缺的时候，才发现我觉得好玩的大部分关卡都集中在后3章，而恰好只有我觉得没有那么精彩的前3章有支线故事，搞不好还真是支线故事打断了主线故事的情绪。所以如果你没有收集强迫症的话，我比较推荐可以适当的跳过支线任务，先把一个章节结束，再回来打支线，体验会更好。玩过双人成行的小伙伴一定还记得，这家工作室喜欢时不时的给整一些很地狱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双人成行里面有一段，为了得到女儿的眼泪，爸妈要撕碎女儿最喜欢的玩具，又是把腿拽下来，又是把耳朵扯破的。完事儿了还要兴奋的去接女儿伤心的眼泪，直接给我看自闭了。在双影奇境里面有一个支线故事也是这样的，在故事里面玩家会各自扮演2只猪，一个可以当跳跳弹簧，另外一个更离谱，居然能放彩虹屁。整个世界都是可可爱爱的童话风格，但是在角落里我居然看到了这个，我去，就这样旁边还有一只小小猪在很悠闲的烤棉花糖，甚至被绑着烤的猪还是活的。还有更离谱的，前一秒我们2只快乐小猪还在享受旋转滑梯呢，下一秒就直接滑进了绞肉机，然后就这么水灵灵的变成2个香肠了。虽然我会觉得这一作在剧情上面有些瑕疵，但我觉得雾影这一次的诚意还是非常足的，尤其是对中国玩家，可能是因为之前双人成行在国内卖的太好了，这一作的双影奇境在国区只要198，不用换区，不用导卡，直接赶到全球最低价格。而且这一次首发就支持中文配音，甚至游戏总监还发了一条中文预告片。你好，哔哩哔哩，就太上道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约瑟夫和他的小伙伴们就好像完全没有瓶颈一样。双子传说是魔幻故事，逃出升天是犯罪电影，双人成行是修复感情的，算半个爱情故事吧。这一次的双影奇境更是一个故事大会，每一次新作都会设计一种全新的领域，这很难不让人期待吧。但这里就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地狱的事情，自从上一次体验过双人成行之后，我就非常的期待他们下一部作品，期待了4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游戏正式发布了。但是游戏我现在已经打爆了，难不成我还得期待4年？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